大力在抓紧机会，继续打机会。哎呦，打得好，有效了，有效了，接着打啊，打了。哦，他是中国拳坛最凶狠的重炮手，遇上他的老外非死即残。他拳法精湛，杀伤力极强，彪悍的重拳能打出800多斤。凭借着一双铁拳纵横拳坛，在大级别搏击丛林中占据一席之地。不管对手有多么大的来头，也不管对方有多强壮的体魄，在他这里不是被打断手臂，就是被他打得飞出擂台外。他就是天山征服者阿斯哈提。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来看看阿斯哈提的精彩表现吧。首先出场的选手就是来自日本的大力士加诺南，这家伙纵横日本拳坛10余年，在他手下的对手不是被他打出脑震荡，就是被其打断胳膊扔出擂台，因此日本的拳迷称其为破坏者。人们看不惯他，却又拿他没有办法。这一次碰上了阿斯哈提，可以说他的好日子到头了。都是以拳为主的选手，然后呢，我们可以称这个阿斯哈提是大一号的热德斯拉。怎么说呢？因为他也是比赛铃声敲响，加诺南仗着体型优势步步紧逼，阿斯哈提灵活的步伐移动，牢牢的控制着两人间的距离，在移动中打出自己的刺拳。此时的加诺南活脱脱是个移动的活靶子，不断的承受着来自阿斯哈提的拷打。曾经被他的对手赏了连续20个膝击都没有倒。后来在空隙之中呢，赏了对方一拳，对方就倒了。所以你看那个加诺南他这个拳是重，而且抗击打能力也很强。是的，对，这样重量级的比赛是风险非常大的，随时可能一拳就结束掉了。那阿斯哈提除了这个拳厉害之外我说他会不会用脚？他说今天会尝试做一做所以两个人已经开始出脚了哦。对，重量级的选手常常出脚相对是比较难的。是的。然后他们两个人虽然身高是188、189可是在他们这一组里面算是矮胖型的选手。对对对，看起来就特别壮。然后阿斯哈提他这个名字是有超越的意思希望他能够超越自己，拿到今天。面对阿斯哈提叠5锋刺式的拳击打法，加诺南彻底崩溃了。于是场上戏剧性的一面出现了，加诺南用手挑衅阿斯哈提，示意自己就站在这里不动，任阿斯哈提随便打。比赛中能够有这样的表演，实际上也是一种明星气质。只是说阿斯哈提的护手他的手后手是一直扣在这个自己的下巴这边我前手耍你，但是我后面的防御是在的两边在拼低扫哎呦哎呦！阿斯哈提直接冲上去，上了他2个重拳，直接将其打翻躺地，实在是太霸气了。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站起来。我这位日本大哥我差点撞到自己的椅子所以这个 corner 在角落的椅子要把它收起来以免撞到椅子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好，现在接着来，对，应该撑不住了。接着打，接着健身。日本选手说来，应该近身接着打组合拳。对的。不行了，撑不住了。接着打，争取能打到1、2击中的。还有意识。好，打直拳。对。对方想用勾拳引诱这个阿斯哈提进来，但日本选手常常也是比较顽强的。对，比赛临近尾声，阿斯哈提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加诺南彻底沦为了人肉靶子，实在是太凄惨了。因为摄影师怕被弄到太下去，找到机会，来，好，接着。身体打击很重好，阿斯哈提要一鼓作气，对，争取 KO 做掉。对，你还有袭击哎呀，好，第2回合开始了。好，阿斯哈提一样盯着对方。低扫，这个日本选手很好强比赛来到第2回合，加诺南还不老实，居然还敢用双手挑衅阿斯哈提，这下彻底点燃了阿斯哈提的怒火，连绵不绝的拳法攻势如洪水一般朝着加诺南倾泻。我的观点是，对方表演的时候，其实精力还是有分散的，应该这个时候可以继续打。对，你在讲嘛看你多能讲。但实际上，这日本选手还是有怯的。这个日本选手的还击差一点
好，打得好，这个拳法相当好。是的。再叫他打，好吧，你叫我打我就打。日本人仗着自己皮糙肉厚，不断的挑衅阿斯哈提。阿斯哈提又准又狠的重拳，直接把加诺南的手臂都打断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家伙的一只手臂已经完全垂了下来。哎呦，都躲掉了，头部的闪躲也是蛮不错的，这日本选手。日本选手看到他前面的手啊，是躲到屁股那边，他是在防这个低扫的样子哦。也想打出个冷的摆拳来。再看看了，那一拳放后面，还没有看到他那一拳放后面的作用。没错，他会打出一个冷拳来的。我觉得他从刚才的这个闪躲的这个状况看，他没有失去意识。没有，对，他眼神也是对的哦。对，继续小心。换我来啊，对吧？你来打我，来打我。双方互相挑衅。哎呦，打到光头上面了！哎呦，他手还在放后。比赛进行到回合后半段，阿斯哈提牢牢掌控着比赛的节奏，不紧不慢的拷打着加诺南，一直到回合结束。我觉得他可能想打出这个。不要说你手已经受伤了啊！对，但也有可能手受伤，他一直摆在海岛。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对，如果一直没有打，还真有可能受伤。来，双方都是诡计多端了。哎呦，踢到了这个快踢到屁股了。这一场是娱乐性比较高的一个比赛啊。对，其实他们的拳也挺重的。对，这个可以说是生死一瞬间了啊。应该说这个日本选手还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的。两个都是跟大卡车一样啊，那么壮。而且拳头都有相当大的一个杀伤力。我觉得你刚才观察有可能对他这个左手是有可能有点。最终在第3回合开始前，加诺南主动放弃了比赛，因为他的一条手臂已经被打断了。赛后这家伙也是朝着中国观众跪拜，似乎是在进行忏悔。阿斯哈提以一场 TKO 大胜拿下了比赛的胜利。第2个出场的是来自韩国的巨人选手柳良来。33岁的柳良来扮演着中方克星的角色，他曾完胜玉面少侠杨宇，更是 KO 以强大攻击力见长的无拉汉。此番面对比自己年轻10岁的中国小将阿斯哈提，柳良来似乎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狂妄的狠话与傲慢的神情让阿斯哈提内心塞满了复仇的怒火。进入了8强，而这个红方选手啊，在16强就进8的时候，阿斯哈提是比赛铃声敲响，柳良来便以闷棍般的低扫腿，不断的轰向阿斯哈提。阿斯哈提以灵活的步伐移动，化解了柳良来的攻势。短兵相接后，阿斯哈提随即突入内围，打出一手精彩绝伦的组合拳，雨点般的拳头有效分散在柳良来的头部和躯干，引得全场喝彩。对。他如果练过这个自由搏击接铁，直接一挑，这方就卡那儿了。此时柳良来再度使出低扫杀手锏，让阿斯哈提倒地读秒。在赛前呢，柳良来的教练呢曾经表示，阿斯哈提是一名拳击手，他的腿有可能是他的短板。对。比赛重启后，柳良来故技重施，再一次将阿斯哈提踢翻读秒，就是攻击他的支撑腿。是的，对，说明研究了阿斯哈提。因为你练拳击的，他的腿法都非常的这个弱。此时阿斯哈提忍住剧痛，咬紧牙关，用惊人的意志力与对手进行死磕。软肋打，对，还会扫。这时候那个阿斯哈提要前置拳，对，顶着他不让他过来，不让进来，用前手拳，对，四拳顶着对手，对，好，然后好，接着打，用重拳换他，这是换他的腿。对，现在柳良来也知道，你不是用前手拳的打我吗？我就用。对，双方战术特别明显，后槽腿扫你，支撑腿。对。我觉得就是在柳良来出腿的时候，可以还击拳、正拳。现在你看阿斯哈提，这是好，这危险，这个要防守防住这个膝。阿斯哈提到目前为止呢，是采取了远处直接出拳，然后近身直接搂抱的这么一个战术，来防止柳良来对自己的低扫踢的进攻。
但这样的话就会打乱这个阿斯哈蒂自己的这个节奏和他自己的战术。是的，对，这就是说他的这个软肋被对方抓住，所以柳良来赛这是比较主动了。现在场裁判毛靖宇告诫这个阿斯哈提不要搂抱，不要搂抱。他说我也不是很想搂抱，但是他光踢我支撑腿，我没办法，撑不住。好，这个抓住机会，让自己优点。哎，对，用优势摆拳和直拳，这是阿斯哈提的特长，他不仅练拳击的。对，你光踢我这个前支撑腿，我确实不好。还剩30秒时，阿斯哈提又一次抛出连环重击，直白勾犹如古巴导弹一样，全部抛向柳良来的面门，遭到重击后的韩国巨人轰然倒地。这个柳良来这一次有可能站起来，接着再打，接着继续。应该抓紧时间继续攻。裁判读秒完毕中后，柳良来似乎还未能恢复神智，阿斯哈提抓住时机冲了过去，施以连续狂攻，奈何回合结束的铃声敲响，给柳良来得到喘息的时间。比赛开始了，好，接着应该是抓紧时间，阿斯哈提还是应该主动进攻。对，第二条头部，对，两位开有地方，接着打，有可能打，再打来是不结束。比赛来到第2回合，两人一开始便连续对攻，阿斯哈提率先看准时机，用3记清晰的重拳砸向对手下巴。这一次柳良来无助的瘫倒在地，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阿斯哈提又一次以 KO 大胜，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来自苏丹的费萨尔扎卡利亚，他拿到过多条国际赛事的金腰带，他的打法兼具技术和美感，喜欢在高强度的搏杀中制造颠覆想象力的沉猛一击。 Ready, fight！ 好，第一局比赛开始，看双方如何开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阿斯哈提和功夫熊猫的一战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比赛铃声响起，阿斯哈提率先以拳法进攻，扎卡利亚甚至阿斯哈提拳法的恐怖，因此以腿法进行阻击，不给阿斯哈提拳法发挥的空间。他曾经是 WBC 世界重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是的，第一回合我们看到阿斯哈提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自信，而且从阿斯哈提的这种体型上来看嘛，我们觉得他可能在训练上有一些改变和变化，我们觉得他比以前应该是瘦了很多。是的，因为上一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可惜，对于功夫熊猫呢这场比赛两人还有一个关联，也就是说扎卡利亚在1个多月前在泰国的比赛当中还击败了功夫熊猫，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是对于双方实力的一个考验。而且非常值得敬佩的是，扎卡利亚这名选手已经是有42岁，而且是有非常丰富的大赛经验。我们看到扎卡利亚应该是挨到了重拳。扎卡利亚的体型要比阿斯哈提显得是更加的壮硕，但是阿斯哈提可以说是拳击运动员出身，他有着大级别运动员中非常罕见的灵巧的步伐。然而没过多久，扎卡利亚就被阿斯哈提的拳法压制了，被打得不断狼狈后撤。阿斯哈提的拳法极具威慑力，一旦被他找到机会近身，扎卡利亚就只有挨揍的份儿了。在阿斯哈提猛烈的拳法攻势下，扎卡利亚只能选择搂抱，以此来遏制阿斯哈提的攻势。加盟昆仑决以来，可以说是从一个纯拳击运动员到现在一个中国顶尖的大级别站立式踢拳的选手。是的，进步非常的快啊，我们也是目睹了他的前进的这个历程。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之前阿斯哈提的这种连续拳呢，是带有着非常浓厚的拳击的印记，可以说是奥运会拳击的印记。那么这场比赛发现阿斯哈提的重拳要比以前重了很多，特别是他的右手后手的重拳的进攻，刚才已经多次打到了扎卡利亚。也是在不断的训练和比赛的磨练当中啊，阿斯哈提是在不断的成长。但是我们看到扎卡利亚，我们要知道扎卡利亚已经沦为了人肉靶子，阿斯哈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扎卡利亚试图以腿法进行反击，可阿斯哈提又怎么会让对手如愿？一个接腿摔狠狠地将其掀翻在地。阿斯哈提他的技术可以是日益更新、日益的全面。阿斯哈提充分利用了自己拳击的灵活的步伐，在启动的速度方面要快。好，第2回合比赛开始。
阿斯哈提还比赛来到第2回合，阿斯哈提以灵活的步伐控制比赛，扎卡利亚则近身缠斗，以此来遏制阿斯哈提。扎卡利亚这消极的态势，立马被裁判叫停了比赛，并且对其做出了警告。袭击极具危险。扎卡利亚的远程控制打击。我们听到扎卡利亚的边角在提醒他多让他起低扫腿。我们看到阿斯哈提的连续组合拳命中。费萨尔·扎卡利亚的绰号钻石飞人、钻石飞膝，非常重的直接的后手拳的身体打击。我们看到阿斯哈提越打越顺手，犀利的重拳不断的猛击着扎卡利亚。在阿斯哈提毫无保留的进攻下，扎卡利亚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裁判对其进行读秒，拿到第1次数秒，能不能缓过来？ 我们看到扎卡利亚现在已经摇摇晃晃，有点站不住了。扎卡利亚也是刚刚的加盟昆仑决的比赛，可能对于昆仑决大赛的规则还有一些的适应，特别是在双方缠抱过程当中。比赛重启后，阿斯哈提火力全开，重拳狂轰打得其摇摇欲坠。紧接着，阿斯哈提打出2记强有力的重拳，扎卡利亚立马晃悠悠，一头栽出擂台外。 台下评委赶忙出手相助，阿斯哈提又一次以 KO 的方式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大家喜不喜欢阿斯哈提这位选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给我瞄准了打！注意看，擂台上穿着红色短裤的正是 WMC 泰拳世界冠军佩查差。此人打法极其毒辣，凭借断肠碎骨的重拳，经常把对手打到重度昏迷，甚至猝死擂台。 迄今为止，已经拿下了183胜的豪华战绩。如今，他已经来到了国际擂台，点名要打中国选手。不料赛事方给他安排了一个20岁的年轻小伙魏子钦。不料佩查差完全没有把魏子钦放在眼里，更是当众狂言打魏子钦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算输。结果惨被魏子钦狂砸上千拳，当场打到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本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战。不过本场比赛我们中方的参赛选手呢，的确有点特别啊，哪里特别呢？他才20岁出头，而且他是位咏春拳的正派传承人。好，来看一下蓝方选手穿着橘色战袍，这位小将很高啊，很瘦哦，像一个竹竿一样啊，他就是中国小将咏春拳传人魏子钦。 正是因为魏子钦呢长得像竹竿一样很瘦小啊，所以说被红方选手这个黑色裤衩的泰国拳王佩查差一顿羞辱。他说我们太瘦了，太年轻了啊，毛还没长齐。打我们完全不用啊，防守一下是孙子啊，就算输。哦，好，这个家伙的确很狂。就算是铁人罗唐，我感觉啊也不敢和我们中方选手这么嚣张。好，他敢。 好，这里让我们废话少说，来看双方选手本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连续2个飞膝打得都很准啊，对方真的是不防守。哎呦，观众朋友们，对方的这个，佩查差真是不防守，真是。 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啊！吹牛啊！今天挨揍了吧？好漂亮！刚刚连续打了就9拳啊，命中主拳。啊，魏子钦要动起来，还是要动起来，因为这个佩查差啊，这个家伙毕竟是练习泰拳的，和他拼拳，我们还是要吃亏的。我们看魏子钦啊，的确是非常灵活，我看起来很瘦啊，很高，但是打法很飘逸。
看到连续的飞膝想打退对手，但是我们看这个，哦呦，配查拆，哦，这个下像一头打不倒的牛一样啊，像一头牲口一样，很抗打，很抗揍。好，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当然不得不说啊，这个配查拆他的抗击打能力啊，真的是很强啊。没有错，还是要动起来。哦哟，小心！魏子琪要稳住啊，尽可能还是不要拼拳。这个家伙，我们看上半身啊，他的肌肉维度很扎实啊，明显比我们的手臂要粗很多。好，我们看这个角度，对方配查拆，肉眼啊已经开始打肿了啊，开始鲜血横流。但是我们看这个配查拆啊，依旧是不做防守啊，仍然是把双手啊放得很低。我们看这个配查拆啊，一直在挨揍，观众朋友们，主要还是没办法。他想打我们，想拼拳，但是我们的魏子琪很灵活，你看，不给他太多机会，打完就走。魏子琪要动起来，千万不能恋战啊！和敌方拼拳肯定是吃亏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真要是拼拳，我们还真不一定吃亏啊，因为咏春拳啊，它的核心就在于招式小，速度快，啊，打法是比较凌厉的。魏子钦不仅是拳法很厉害，他的肘击啊，杀伤力也是十足。好漂亮，连续前手点刺，但是打不退，对方真的像一头发疯的野牛，而且我们看对方整张脸现在是极其肿胀。好像是刚被这个蜜蜂啊蛰了一顿。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今天的第3个回合了。那么在前2个回合，魏子钦是打了对方啊，我感觉至少上千拳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数一数，看一下我们中国小将啊，蓝方选手橘色裤衩的魏子钦啊，这场比赛能打多少拳？我现在深度怀疑对方的泰国选手他没有痛觉，都被打成这副模样了。我感觉他的妈妈来了都认不出他来，但是他还在追啊，还在你看打不着也要打啊，非常的执着。好，我们看这个角度，对方配查拆的整张脸，我的天哪！好的，又是连续的前手，整张脸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了啊，血肉模糊。
还是不投降。现场裁判也没有终止比赛的意思，因为这个佩查差啊，他还在打，而且追得很凶啊。好，我们看一下比赛最后的30秒钟。虽然说赛前对方的佩查差很猖獗啊，说打我们很轻松啊，但是目前来看，他真的是很难啊，真的是太难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有点像当年张伟丽和这个乔安娜打的1分战啊，双方拼的都是血肉模糊。当时张伟丽还把这个乔安娜打成了外星人，但是本场比赛，魏子钦是丝毫没有受伤啊，反观对手啊已经是不行了。好，各位观众朋友，比赛终于结束了。这场中泰对局，我们中国小将20岁出头的魏子钦啊，没有想到他的拳法会这么好，而且打得这么准，这么密集。好，这个佩查差的确是很抗揍啊，在泰国罗唐对争被称为铁人，而这个佩查差被称为钢人。但是今天被我们的中国小将魏子钦啊打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好，恭喜魏子钦啊！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